大嫂，我和淑萍工作忙，不像你，一个家庭主妇，刚好有时间照顾咱妈。对呀，大嫂，我和李飞照顾了妈17年，你最起码也照顾妈17年，才算咱们一同尽孝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和妯娌前后脚结婚，婆婆却只偏心小儿子，房子存折甚至老家的8亩田地都补贴给了小儿子。这17年间，婆婆更是在小叔子家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，带大了小叔子家的2个孩子。如今婆婆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他们扔给我了，做他们的春秋大梦。我直接拒绝。婆婆年轻的时候为谁出钱出力，如今偏瘫，谁帮婆婆养老送终？当年我生孩子需要人帮忙伺候月子的时候，婆婆亲自说的，她有2儿子，以后还会有大孙子，指望不上我这个丧门星和我生的赔钱货。说着，我低头看向坐在轮椅上神色颓靡的婆婆，您老虽然偏瘫了，但说过的话总该记得吧？一口唾沫一个钉。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不仅不帮助我，还背地里撺掇李进打我，说什么打服的婆娘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我没冤枉您吧？婆婆垂着头，不敢看我的神色，反而用手去拉扯小叔子，想让小叔子带她回家。但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小叔子一把挥开了她的手。大嫂这话说的忒不讲理，自从我结婚，我就一心孝敬妈，您和大哥可是一点孝心都没尽。如今妈生病了，我和淑萍工作繁忙，您又刚好有时间，您要是再拒绝，就忒不讲人情了。我直接把餐桌上刚刚接满的一水壶热水泼到小叔子脸上，放你爹的屁！你和淑萍结婚的时候，妈才48岁，年富力强，在你家洗衣做饭拖地带孩子，甚至还帮你们种着8亩地，房子存折全部都补贴给了你。整整17年，在你家做牛做马，我和你大哥又要带孩子又要赚钱，还得辛苦攒钱买房子买车。最艰难的时候，我把我家囡囡绑在背上去夜市摆摊，你再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我就大嘴巴子扇你。见我动了真怒，小叔子讪笑一声：“大嫂，都多少年的老黄历了，您怎么还翻出来？还有您也太粗俗了吧！我粗俗他祖宗18辈，我粗俗。当年我刚嫁进李家的时候，也奔着好好过日子来的，谁知结婚当晚，婆婆就去我们新房讨要我的彩礼钱和嫁妆钱，我不同意，婆婆就坐在地上哭天抹地，先哭可怜的命运，再哭早死的爹娘。好在老公李进还算体贴，皱眉把她妈妈请了出去，但我和婆婆的两子也就此结下。一家4口人，她做稀饭只放3个大枣，热牛奶只热3包，买苹果只买3个。我也不惯着她，当着她的面从李进手里抢，她越不给我吃，我越当着她的面抢，哪怕抢来我不吃扔垃圾桶，我也不能让她好过。被李进数落的次数多了，婆婆的招数也越发先进。她当着李进的面对我嘘寒问暖，越是等李进回家的时候，她越是拿着个拖把，垂着腰在那忙活。李进不在家，她什么都指使我干，我不听她的，她去村口败坏我，说我好吃懒做，日上3竿不起床。我就围着村口拿大喇叭喊，婆婆想要我嫁妆钱，我没给她，她就不给我吃，处处针对我。渐渐的，李进反而埋怨我对他妈妈不好，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说：“我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。”我瞬间听进去了，取出2万块钱彩礼，当天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大金手镯。以后只要李进说一次“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”，我就觉得他再点我一次，势必会给娘家爸妈买首饰、买衣裳、买吃食，多买几次。我在和婆婆斗法，
李进就眼不见为净了。我也不能让婆婆好过，数次在李进面前撺掇。你妈妈之所以对我挑三拣四，数次给我添堵，都因为你妈妈不疼你。那时候李进还不信，等小叔子谈婚论嫁，带女朋友回家，李进才真正闭上了嘴巴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婆婆说他们当地风俗不卖女儿，彩礼就说走个形式，最多3.3万。我说我们当地彩礼最低6.6万，图个吉利。所有彩礼最后我爸妈一分不要，还会配上彩礼给我一起带回来。当时还是男友的李进，捏着我的肩膀跟我撒娇：好岁岁，以后老公赚的钱都交给你，妈年纪大了，咱也不能为难她呀。李进和婆婆一通卖惨，我妈妈也说，彩礼本就给我带回婆家供小家庭开支的，有那么个流程就成。谁知才过半年，小叔子结婚，婆婆就直接准备了12万的彩礼。小叔子的婚房也是婆婆在县城买的商品房，甚至床上的结婚用品都是蚕丝被和羽绒被。而我和李进住的还是家里盖的平房，床上铺盖的也是婆婆用她旧被子里面的棉花弹制的被子。对于她的区别对待，我坚决不同意，婆婆就叉腰跟我对骂。我自己赚的钱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我想给谁买房子就给谁买房子，别说蚕丝被了，等我有钱了，我给我小儿子买金被，那也是我的自由。周围街坊邻居也劝我，老大家的，你婆婆独自带大2个男娃不容易，如今你小叔子和人家女方谈婚论嫁，女方就这要求，你总不能看着她亲事黄了吧？我咬牙，既然不能一碗水端平，怕小儿子亲事黄，那我就先让他大儿子打光棍。想欺负我，没门！那时候年轻气盛，我真就拿着结婚证逼迫李进去民政局办离婚。谁知在进民政局大门的时候，突然晕倒，再醒来才知道我怀孕了。小叔子跪在地上求我给他一条活路，李进也红着眼，求我不要抛下他和孩子。娘家妈妈叹口气，悄悄递给我10万块钱现金：好孩子，这钱你拿去和李进凑着在县城也买套房子住，只要李进上进，我和你爸再随时给你贴补着，日子怎么也过得下去。人比钱重要。就这样，我又窝囊地回了老李家，亲眼见证婆婆把心偏到嘎吱窝。小叔子成亲那日，李进喝多了酒，抱着我哭。小时候我就觉得他不疼我，但我以为他只是不会疼孩子。原来我和弟弟终归是不一样的。婆婆顺势搬去了小叔子家，一住就是17年。哪怕我在医院生孩子，他也没去医院看我一眼。李进逼得急了，他放狠话：我有2儿子，以后还会有大孙子，指望不上他这个丧门星和他生的赔钱货。至此，再苦再难，哪怕辞去高薪的工作，我没再求过婆婆一次。李进为了多赚钱，去外地出差，下雨天囡囡发高烧，打不到车，我骑着电动车，抱着囡囡，风里雨里去医院看病，熬过那么多苦，受过那么多罪，好不容易把囡囡供上了高3，小叔子居然敢把偏瘫的婆婆送到我家门口。但凡我对婆婆心软一分，都对不起当年月子里孤立无援的自己，更对不起陪着我在服装厂睡在部队里的囡囡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再看到小叔子唾沫星飞溅的模样，我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别他爹的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老娘今日就把话放在这儿了，你敢把你妈扔在我家门口，我就敢让她睡在楼道，哪怕冻死饿死也跟我没关系。我生囡囡那年她亲口说的，以后不指望我。我家囡囡长这么大，连她一口水都没喝上，如今让我给她擦屎擦尿，
为她养老送终，不可能。淑萍悄悄给李飞使眼色，拽着她就跑。婆婆眼巴巴看着那两口子健步如飞跑下了楼，讪讪地对着我笑。我直接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翻出女儿之前送我的耳机，打开前阵子女儿给我推荐的摇滚音乐，沉浸式听起了音乐。要说婆婆落得今日下场，我不畅快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甚至想跑到广场去放烟花，房子车子都有了，手里攒了一部分积蓄。我的囡囡也快要高考，一切都奔着好日子去了。但想起被那黑心的两口子扔在门口的婆婆，我忍不住又翻了个白眼。估摸着是更年期到了，我这脾气也越发见长。直到李进下班回家，冷着脸取下我耳边的耳机，妈在门口喊的嗓子都哑了：“你怎么就让妈独自在门口等那么久？你知不知道妈拉了一身？她那么好面子的一个人，如今正懊恼的在那哭。”我愣住了。我之所以没提前给李进打电话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年对于婆婆的偏心和苛待，李进全部都看在眼里。但我没想到他会劈头盖脸就指责我。当年我生囡囡的时候，你妈妈亲口说的，以后不用我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李进就皱眉打断我的话：“张穗穗，你非得那么刻薄，和一个偏瘫的老太太计较吗？她千错万错，她也是把我养大的妈。今日你把她关在门口，是想让全天下的人指着我的头皮骂我不孝吗？我刻薄，好，我刻薄。那你想干嘛？你不会是想给她养老送终，为她擦屎擦尿吧？她这些年处处都偏心你弟弟弟媳，凭什么不能动弹了？就扔到咱家门口了。你想当圣父，当孝子，你自己去。我反正永远都忘不了当年他对我做的那些龌龊事。李进烦躁地踢掉我的耳机，在上面拼命踩：“张穗穗，你看看你过的日子，你再看看我妈。我也不要求你多孝顺，最起码的吃喝拉撒，给妈妈一个体面的晚年。这是咱们做子女应该做的。做你爹做，他没生我，跟我也没有血缘关系，这些年对我更是刻薄得很。你是他生的，你愿意做冤大头，你自己做。想要孝心外包给我，没门！”李进把拳头对着门哐哐哐砸了起来。你让我怎么办？他偏瘫，他落得今日这般地步，求到我门前，我为人子女，我如何不管他？我眼睛也红了。管你大爷管！你他爹的是不是忘记了？当年我妈给我们的10万块钱，再加上我的彩礼嫁妆，咱们辛辛苦苦攒的20万首付钱，明明看好的房子，交定金就没问题了。你非说儿子出息了，要带你妈妈去看看咱们房子的户型，结果呢？我问你，李进，结果呢？李进脸瞬间憋成了猪胆色。妈后来跟我解释了，是弟媳闹腾太厉害了，她没法子，才悄悄偷走咱们的钱给弟媳买车，她也是被迫的。呵啊！我们吵得正凶，囡囡欢快地跑到了我的卧室。妈，今天我理综模拟才扣了20分，老师说了，我再细心一些，还能拿更高分。却在看到我和李进剑拔弩张的气势，瞬间垮下了脸。李进却仿佛找到了救星，拉扯住囡囡的手臂，就开始讲述婆婆如今困苦，以及她要把婆婆接到家里来的决定。囡囡，你奶奶小时候最疼你了，你上学，老师应该也教过你百善孝为先。你说，咱们是不是该把你奶奶接到咱们家，给她一个体面的晚年？李进的表情都是笃定，眼神亮晶晶看着女儿。谁知女儿把手包往书桌上一放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您说奶奶小时候疼我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？爸，我小时候记性不好，您帮我回忆回忆。李进眼神躲闪，多了去了。
我也没办法一个个讲给你听啊。女儿歪着头，仔细打量了婆婆瘫痪的可怜样，啧啧了2声。您不提我还忘了，前年回老家吃团圆饭，见我家一块肉，奶奶数落了我半天，说什么女孩子不能太胖，肉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转头就把带肉的盘子都往二婶家的弟弟跟前堆。我长大了，他都不爱我。小时候又能对我多好，您也别自欺欺人了。他对我和妈妈不好，显然就没把您放在眼里。您呢，还是赶紧把他送回小叔家，处在咱们这儿算什么事？这话一出口，李进恼羞成怒，一巴掌打到了女儿的脸上。你这个不孝顺的逆女，赶紧滚出我家！我一把拉住想要逃跑的女儿，把她关在我书房里，然后推着婆婆的轮椅，在李进要吃人的目光中，把婆婆推到门口。张穗穗，你敢！我二话没说，一脚踢在她腿弯处，在她弯腰屈膝的时候，我顺势把她也撵出了家门。既然那么想孝顺你妈，那就回老家好好孝顺。这房子是我爸妈送给我的拆迁房，以后你和你妈一起，不许再踏进我的房子。女儿脸上清晰的手指印，深深刺痛我的心。这孩子长这么大，我没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，没想到今日为了婆婆那个黑心肝的玩意，李进居然敢打她。女儿却反过来安慰我：妈，你听我的，一定要憋住这口气，绝对不允许奶奶到我们家里来。当年她对您多刻薄呀，就算您不记仇，我也记仇。只要见面，她就抢我东西给小叔家的弟弟，她根本不配做我的奶奶。我重重点头，趁着李进不在家，我清点了一下这些年的资产，除了我爸妈赠予我的这套拆迁房，还有我为囡囡攒下的60万嫁妆，以及李进名下20万的车。囡囡的嫁妆不能动，房子是我爸妈单独赠予我的，唯有那辆车，再加上之前婆婆偷去的20万，李进执迷不悟的话，我的囡囡也没必要再有一个打她的爸爸了。谁知当晚，我和囡囡刚从火锅店回来，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李进和婆婆，还有李飞2口子。看到我们，淑萍讪笑：嫂子，您看您怎么能对大哥这样狠心呢？老家的平房长久不住人，房顶都漏雨了，大哥工作辛苦，您帮忙照看点妈，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，多好。见我冷脸就要关门，李飞瞪了囡囡一眼：你这个死丫头，上那么多年学，一点伦理道德都不懂，也不知道劝着你妈点。女儿正是高考的关键时刻，我让她先回房间写作业。看到女儿房间的门关上后，我一巴掌打在李飞的脸上：给你脸了是吧？到我家教训起我的女儿来了。你知道伦理道德，你孝顺，你把你老娘接回家，好好孝顺，别在我门口聒噪。淑萍心疼地把李飞挡在身后：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当年妈生了2个儿子，如今偏瘫，不管你到哪里说理，你和大哥也必须给妈养老。我嗤笑：养老也行，婆婆在你家当牛做马17年，你们先服侍婆婆17年，17年以后，咱们2家一家半年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公平公正。淑萍神色一滞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李飞也捂着脸叫嚣：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出来评评理，妈守寡多年，把我和大哥养大，如今妈身体不便，大哥一家却要把妈推出去，不给妈养老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快出来看呐，就这家1203，不讲伦理道德，恰好是饭点。李飞声音又大，有很多人家都好奇地围过来看热闹。淑萍一看人多，立马来了本事：老姐姐们，你们帮我评评理，妈生病，我说2家平摊帮妈养老，服侍妈，结果我嫂子却说
要让我先照顾17年，17年以后谁知婆婆还。她似乎觉得这样说不太好，又讪笑着改口，只要她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要把妈推给我们17年。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吗？我和李飞都有工作，全家就她全职主妇，她不伺候，却推给我们。周围人议论纷纷，平日看起来那么麻利一个人，怎么对长辈这么不孝顺？难道他就没有老的那一天？他的孩子要是有样学样，看他到时候哭不哭？就是说呀，看着老人坐在轮椅里，我这心底就不是滋味。当年我家婆婆还不是偏心没边，最后老两家的不理她，全是我帮她养老送终的。临死前啊，我家老太太还拉着我的手哭，说当年对不住我。人活一辈子哪有事事顺心的，咱大面不能错。我看着她才50多岁就接近全白的头发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老姐姐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就因为您能吃苦，能受罪，还能忍常人不能忍，所以您才会有吃不完的苦，受不完的罪。那人被我对得瞬间面红耳赤，指着我念叨世风日下。这话一出，在场的很多邻居就不能忍了。嘿，你这人，你自己脑子进水，还巴不得别人跟你一样，就是笑死人了，还拉着你的手忏悔。我跟你说，再来一次，他该偏心老二还是偏心老二？也就你傻子一样伺候了人家10年，大家七嘴八舌，刚刚自豪自己以德报怨的老姐姐，被大家对得直接灰溜溜回了家。眼见众人越说越不像话，婆婆的眼泪仿若那开了闸的自来水，哗啦啦流个不停。一直沉默的李进一脚踹在墙上：“够了，张穗穗，你给我一句实话，我妈，你到底服侍还是不服侍？我一字一句，我绝不服侍她。”李进面色铁青，连续说了好几个好字。好，好，好！李飞两口子添油加醋：“哥，嫂子这样可不行，您赚钱养家，每日累死累活，如今咱妈生病，让她服侍一下，她都不愿意。这要是惯着，以后还有咱妈生存的空间吗？”邻居们都气乐了。不是，平日看她老实巴交，没想到是这样人。就是说呀，老二家的占尽便宜，如今老娘没用了，直接甩开手，他还当宝贝接手了。最觉得难道不是孝心外包吗？李进瞪着嘲弄的众人：“都给我滚，滚！有你们什么事啊？你们在这叽叽喳喳个没完！”邻居们骂骂咧咧都回了自己家。李进，我最后通知你一次，你这个黑心肝的妈，我是绝对不会服侍的。你要是还在意我和女儿，你就回家；你要不在意，你就跟你妈走，不要在我门口杵着恶心人。李飞两口子嘴巴一张一合，凑在李进面前说些什么。李进的面色越来越难看，越来越青紫，最后眸色沉沉逼向我：“张穗穗，服侍妈或者离婚，你自己选。”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当离婚这个词真的从李进口中说出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蹲到了地上，就像喝了一杯很酸很酸的柠檬，四肢都充满了无力，甚至感觉心脏都微微抽搐的疼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风里来雨里去，吃过太多苦，遭过太多罪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疗伤。为什么他那般轻易说出离婚2字？见我面色煞白，李飞嗤笑一声：“嫂子，你早妥协，大哥也不至于说这些伤情分的话呀。”淑萍也笑：“就是啊，大嫂，不过是服侍妈，等过年过节，我和李飞把妈接到咱们家，也让您休息2天，就当是给囡囡做榜样了。”囡囡本无力蹲在地上的双腿，在听到“囡囡”2个字的时候，瞬间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。我猛地站了起来，我就是囡囡的榜样。
如若今日我被人欺负到门前，却还不知道反抗，来日我的囡囡出社会，被人欺负，有样学样，我该有多心疼？人都说10年看婆，10年看媳，我和婆婆没有缘分，我认，吃苦受累，独自把囡囡拉扯大，囡囡被我带累，不得不陪我在寒风中摆地摊，我也咬牙认了。如今苦尽甘来，却想打破我平静的生活，让我做这世间最大的冤大头，不可能。离婚也行，明天带上身份证、结婚证，咱们就去民政局。李飞和淑萍神色瞬间变得尴尬。大哥，你好好哄哄嫂子，天赐和耀祖在家，我和你弟妹不放心，我们先回家看孩子。说着，这俩人仿佛身后有狗咬一样，转身就跑。李进疲惫地捏了捏眉心，现在好了吧？别闹了，我和妈折腾了一天，连饭都没吃，今晚也别麻烦了，你就做你最拿手的手擀面，再泼上你之前调制的酱肉末，简单吃一顿。明天我再把妈的忌口和食谱发给你。这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、反复无常的人？前一秒还在说离婚，下一秒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居然还让我简单做一个手擀面。他知道手擀面有多麻烦吗？往年我是看他爱吃，才每隔几日就为他做，没想到如今二半夜做手擀面，竟然成了对我的体贴。吃你大爷吃！李进，明早10点，带好你的有效证件，咱们民政局见。一直在轮椅上装可怜的婆婆，手脚比划着，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。见我看向她，立马摆手。原来她不想我们离婚，也是离婚了，上哪找我这么方便的保姆？她年轻的时候我都不惯着她，如今求到我门前了，还想让我给她好脸色。你在鬼哭狼嚎什么？听不懂，很烦，闭嘴！不要在我家门口吵！李进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张穗穗，她生病了，年纪也大了，你就不能有点宽容心吗？宽容心那是什么东西？能吃吗？我的宽容心给扫大街的清洁工，给拾荒老人，也绝对不会给他。我转身就要关闭房门，李进把脚卡在门缝，蹙眉。我知道妈这些年伤了你的心，但妈跟我保证了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，你就给妈一个机会吧。这些年妈都在二弟家，我也很想她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。不行妈，我拼命关门，却怎么也关不上，本就烦躁的情绪瞬间被点燃。我打开大门，对着李进的脸就是啪啪啪3巴掌。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太阳那么大，也晒不干你的脑子是不是？去你爹的一家人！我永远不会跟偷我钱的人成为一家人。李进满脸伤痛，见我始终不为所有，最后撂下一句你别后悔的狠话，就推着婆婆离去。见女儿房中灯光还亮着，我沉吟很久，还是敲响了女儿的房门。谁知女儿直接抱住了我。妈，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这些年受的委屈，爸忘了我也忘不了。当年小叔和小婶便宜占尽，如今倒给奶奶养老送终了，他们开始推脱了。要我说，您就去他们单位闹，这天下还找不到讲理的地方了。有女儿这句话，我瞬间有了底气。第2日我就直接去了李飞的单位，找上他们的领导，一没哭二没闹，就把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跟他领导反馈了一遍。领导，这些年我在家带孩子，不了解职场，也不会说话，我就问您，这样薄凉自私的人，您用着放心吗？我婆婆帮他们家17年，如今偏瘫，她直接丢开手不管。我离开的时候，领导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，我才不管李飞会遭受到什么呢，我还忙着去淑萍单位汇报工作呢。
如法炮制跟领导一番诉苦后，我美滋滋告别领导，去商场给我和女儿各选购了一身衣裳，帮女儿买了她心心念念的银手镯。等我接上女儿一起回家的时候，昨日4人组又堵在了我家门口。大嫂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？你知道我为了这次升职做了多少努力吗？我面试了整整5轮才拿下的岗位，被你3言2语挑拨掉了。淑萍的情绪更激动。我们都是女人，你为什么不能体谅我？你知道女人在职场有多难吗？我辛辛苦苦拼搏小20年，不敢有一日松懈，唯恐被上司抓到辞退的机会。你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毁了我这么多年的努力。都是女人，呵，我当年生囡囡的时候，求妈来我家帮忙伺候几天月子。你是怎么说的？能生就能养。以前老一辈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都没事，怎么就嫂子娇气？我为了照顾囡囡，不得不辞职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，嫂子，男主外女主内，您是大哥的贤内助，怎么到你这儿，你的工作就比旁人的重要？得知淑萍单位通知他明天就走人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淑萍，你看，你之前一直说我是家庭主妇，婆婆只能交给我照顾，如今你也没了工作，婆婆又在你家照顾了你们那么多年，这回你照顾10几年以后再说，不成问题了吧？李飞的脸涨成了猪胆色，我手掐腰，指了指门上的摄像头，我这都有监控，以后你们到我家来找事，我就把监控视频发给李飞的领导。这次是暂停升职，不知道下次会是什么。如果你们敢把婆婆留在我家门口，明日我就推到李飞领导的办公室去。你们不要脸，那咱就玩点刺激的。淑萍跺脚，大哥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大嫂欺负我们，你就不管她？李进面色难看地看着我，待会儿买2瓶茅台，咱们一起去二弟和二弟妹领导家赔礼道歉，就说你得了失心疯，哪怕你下跪求情，也得把二弟和二弟妹工作保住。我掏了掏耳朵，耳朵听力没问题呀。李进说什么？让我下跪道歉，帮李飞和淑萍拿回工作。我笑了，凑到淑萍面前，二弟妹也是这样想的。我去你领导家帮你下跪道歉。二弟呢？李飞摆摆手，嫂子，算我怕了你了。你看在天赐和耀祖的份上，别再折磨我了。我工作要丢了，我们真得喝西北风去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你还算懂事。然后我又凑到李进面前，你说呢？我去给李飞领导下跪磕头。李飞拉扯住李进的胳膊，哥，你伺候好妈就行了，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见我目光不善盯着婆婆的轮椅，李飞慌张拍了淑萍一下，搭把手，咱先把妈推咱家去。李飞和淑萍的身影都看不到了。李进还是盯向电梯方向，很久以后才失望地看着我，张穗穗，你怎么就变成如今的模样了？去单位给二弟和弟媳打小报告，用下三滥的手段毁了他们辛苦取得的成就。你多年没工作，你又如何能体谅我们在职场摸爬滚打的痛苦呢？我没工作，你爹呀，我没工作。我暴躁地挠了挠头，老娘当年工资比你还高，你妈不愿意帮我看孩子，没人带囡囡，我妈身体受伤，我爸还要服侍我妈，实在没办法了。你求着我辞职，如今你嫌弃我多年没工作了。我没工作，我赚的也不比你少。我在服装厂踩10几小时的缝纫机，我在寒风中摆地摊，我从来没拖过你的后腿。李进抿抿唇，好穗穗，咱们不闹了行不行？如今弟弟弟媳都付出了代价，你也出了气，咱们把妈接过来，好好过，行不行？好气，
跟这种没法沟通的人聊天，真的好气。我说这么多，做这么多，就为了和那死老太婆相亲相爱一家人的。李进，你听明白，我不会服侍她，一天都不会。你们敢扔到我家门口，我就随机送到你或者李飞的单位。明日咱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当年你妈偷走了20万，你名下那辆车给你，其他归我和女儿。我只等你到明日11点，等不到你人，我就去你单位闹。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你们全家都别上班，全家拉着你那黑心肝的老太婆一起去喝西北风。说完，我砰地关上了房门。第二日，我特意穿上新买的衣服，去化妆店做了一个新的造型。可惜在民政局门口等到了11点，依旧没看到李进的人影。李进各种给我发短信：老婆，你想想咱们这些年，从老家会漏雨的平房，到现在有车有房，一路艰辛，难道你忍心毁了咱们美满的婚姻吗？就算你不为我们，也该为囡囡着想。咱们现在睚眦必报，不孝长辈，以后囡囡有样学样，到时候你后悔就晚了。好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没忘记说服我给他妈当牛做马。我直接打车去了李进的单位，去单位闹。这个路子虽然卑鄙又老套，但确实杀伤力极大。听我平静叙述完一切，领导客气地把我送了出去，同时把李进从核心位置发配到了后勤管杂物。毕竟随时会爆雷的家庭，没有主心骨的李进，怎么看都不适合在决策岗。一招拿捏李进、李飞和舒平，还不用再看婆婆那张苦瓜脸。我生活越发滋润。谁知这样安逸的生活才过了半个月，就有记者到我家采访。天杀的李进和李飞，他们居然找电台来帮忙，长枪大炮一样的摄像头对到我眼皮底下。漂亮的主持人大脑空空：张女士，我们接到求助，说您不愿意赡养老人，还因此搅和坏了弟弟弟媳还有老公的工作，请问您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对着镜头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高兴？主持人唇角一僵。无论当初发生了什么，如今老人家偏瘫在床，生活困顿，您身为儿媳，难道没义务照顾他吗？我把脸凑到主持人面前，仔细盯了很久。我没钱买直升机，生活困顿，您身为乐于助人的主持人，难道没义务帮我买一架吗？李飞他们3人义愤填膺，七嘴八舌在镜头前吐槽我，什么刚嫁进李家就泼辣，难怪婆婆不喜欢我，什么我心狠手辣，捏住他们的命脉，威胁他们。我直接无视，看着主持人难以置信的眸子。还有，如果您真没事干，也可以把我婆婆接到你家去养着，毕竟你天生圣母，想必养一个陌生的偏瘫老太太是没问题的。几句话对跑了主持人，节目组也摇头叹气，收拾东西跑路。李飞还愚蠢追问：怎么不继续采访了？不是助民节目吗？我们需要帮助，你们别走啊！我直接从厨房摸出菜刀，刀刃对准李飞：来，还需要帮什么？我帮你！李飞逃也似的窜了出去。舒平更是陪笑：误会都是误会，我管你误会不误会，再来惹我，我绝对不客气。看完全程的李进已经被我震慑住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般不讲理的模样？大概是没人帮我撑腰的时候吧。李进低头沉吟半晌：二弟让我转告你，以后咱们2家公平公正，一家服侍1个月，轮流来服侍妈，你看这样总行了吧？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妈，你待她好，我永远感激你的恩情。岁岁，为了囡囡，你就稍微受点委屈吧。可惜李进不会懂，我的囡囡从来都舍不得我受委屈，见我油盐不进，
李进去找我爸妈，可惜爸妈听了他的请求，直接大扫把把他赶了出来。我妈还悄悄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一定别为了所谓的名声就委屈自己一辈子。婆婆在小叔子家当牛做马10多年，李飞和淑萍没说别扭，如今才接去了3日，就仿佛身上爬满了虱子一般，上蹿下跳，把婆婆娘家亲人请了来。李进舅舅抽着烟，皱着眉：“老大媳妇，今日这事，我这个当舅的要批评你几句了呀。人都有老的那一天。”我不等他说完话，直接追问他：“当初婆母把心偏到嘎吱窝的时候，你出来说话了吗？当初需要你主持公道的时候你不来，现在你来了，你要心疼他，你直接把他接回家服侍也是一样的。”一句话，舅舅被我堵得直接甩袖子离去。娘家众亲人唯恐我点名让他们帮忙服侍婆婆，都灰溜溜走了。淑萍和李飞捏着鼻子，不得不再次把婆婆从我家带走，但我却受够了他们时不时的骚扰，强制向法院申请了离婚，又特意在小叔子小区楼下蹲守，摸清楚淑萍每日9点给婆婆穿上尿不湿，就把她推到楼下，等下午5点才推上去后，我提前准备了一包屎，戴好防晒面罩，穿上肥大的衣裙，全面武装后，在婆婆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，把屎兜头浇到了她的身上，然后转身离去，深藏功与名。据说当晚，淑萍给婆婆洗刷，干呕了4次，婆婆却总在她帮忙洗刷的时候故意不配合。淑萍一气之下，把婆婆独自扔在了浴室。婆婆偏瘫，扶着东西没站一会儿，就栽倒在地，脑袋直直撞到浴室推拉门的槽框里，当场就没了气息。下班回家的李飞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婆婆，以为是淑萍故意害死了婆婆，拿起刀就要跟淑萍拼命。淑萍更来劲了，蹦起来和李飞吵，就因为这死老太婆，我工作也被你大嫂搞丢了，如今她洗澡自己摔死了，是咱们福气好，你还来埋怨我？好好好，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吧，杀了我为死老太婆报仇。李飞颓然垂下拿刀的手，淑萍呸的一声：“你要真敢杀老娘，老娘还敬你是个汉子，龟孙玩意，和你那个死鬼娘一样讨人嫌。老娘脖子就在这里，你有本事你切呀，你来呀！”淑萍骂得起劲，没看到李飞赤红的眼睛，以及眼底藏不住的愤恨和怒火。在淑萍再一次喊死老太婆的时候，李飞啊的一声，把刀戳进了淑萍脖子里，瞬间就没了气息。恢复理智后，李飞第一时间给李进打电话，要求李进帮忙掩埋尸体。李进居然把电话打到我手机里：“碎碎，以前的事咱们暂且先放下，如今我弟弟遇到了天大的事，你和我们一起去帮他。妈死了，淑萍也没了，等把他们埋了，咱们还好好过日子，你讨厌的人都没了。碎碎，现在你能原谅我了吧？”我被这几句话直接冻在了原地。听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以后，我立马打电话报警。警察到的时候，李进正和李飞一起搬运尸体、清理现场。据出警的警察说，听到敲门声，李进直接吩咐：“碎碎，你先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单元楼门口，方便咱们就近处理。”待开门看到警察的时候，兄弟2人直接傻了眼。李飞故意杀人，被判处死刑。李飞家的2个儿子都被淑萍的妈妈接了回去。李进帮忙处理尸体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家中变故太多，我恐怕影响女儿高考，把一切消息都瞒了下来，只说担心她吃不好饭，在学校附近租了公寓，每日专门为她做饭，接送她上学，直到高考结束。女儿接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，
我才小心告诉了女儿这件事。女儿呆愣在原地良久，眼眶微红，转过身抱住我：“妈，干脆你把房子卖了，到我上大学的城市陪我吧。以后我在哪里，您就跟我在哪里。这个伤心的地方，咱们再也不回来了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得知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李进终于答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隔着厚重的玻璃，李进痛哭流涕：“岁岁、囡囡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但这份歉意我们已经不需要了。”金秋来临，我和女儿踏上离家的高铁，奔赴我们美好的未来。